看到一打开之后呢，我们看到它这个4个油孔就开始在冒油了。那而且呢，大家好，我是张大哥。今天大哥要来做的科目是比较特殊的，是这颗VW Volkswagen 的1989年的 Passat 旅行车2000cc 的4缸分油盘的故障测试。那这颗分油盘呢，大哥已经把它拆下来了。在1990跟1980之间，那个 Bosch 的这个 K 系列的机械喷射的供油系统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系统。那使用它这套喷射系统的呢，有保时捷、法拉利、劳斯莱斯、奥迪，还有VW 以及Volvo。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 Volvo 的240，那这个分油盘呢，大哥已经拆下来，我们来做一个它的故障测试。大哥把这个电源打开，我们看到一打开之后呢，我们看到它这个4个油孔就开始在冒油了。那而且呢，大家好，我是张大哥。
今天我们要做的科目是比较特殊的，这个1990年的VW Passa GL DOHC 16V 的2000cc 引擎，因为它也是用 Bosch 的这个机械喷式的这套系统。那这部车我们看到大哥在机台上面有做这颗分油盘它的我们看到一打开之后呢，我们看到它这个4个油孔就开始在冒油了。那而且呢，我们看到一打开之后呢，我们看到它这个4个油孔就开始在冒油了。那而且呢，油箱堵塞之后呢，把我们的喷射系统都污染了。喷油嘴喷油嘴的部分我们看到大哥有做了一些修改，因为它喷油嘴4只喷油嘴都污染了。那其中经过清洗之后呢，有2只喷油嘴的清洗状况、雾化状况不好，因为它有漏有那个喷点喷点它有劣化。那结果好不容易大哥再送回那个保修厂去做清洗，清洗之后好不容易就换了，只剩下1只第4缸这只，我们现在可能看得不清楚。第4缸这只是用我们宾士的气压规格就比如说300C 24V 或是560 SEL 的气压喷油嘴。那大哥用改装的方式把它的外观稍微跟它的固定的方式欧环稍微做了改装，把它换上去了。那因为气压的喷油嘴很贵，我们尽量能够省成本，否则理论上应该再换2只应该是24缸，但是好不容易第2缸经过再次的清洗过之后呢，大哥觉得它堪用，所以我们只花掉了1只新的喷油嘴，是在第4缸。那这部车它的结构跟我们宾士车是很类似的。那它是4缸。那因为这个车在大哥这边放了将近快1个月。那因为在大哥这边1个月停车费要100多块，但是大哥试了很多次，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点火系统有问题，一直发不起来，没有高速。那没有高速的时候呢，就造成车子一下子打火就没电了大哥换了好几次的充电电池后来好不容易找到毛病了，因为大哥对这个 VW 系统的车子并不熟，后来他发现原来它的那个点火时间有问题。然后呢，分电盘也换过了。那分电盘换过之后呢，还是状况没改善。那经过大哥用正时灯来检查，发现说它原来的点火时间是太慢了。它已经活塞往下跑的时候，它才点火。所以它高速是上不来。结果后来大哥努力了半天，他发现说它的分电盘，它的螺丝孔原来还是可以做调整。那调整它还有2个螺丝孔还可以换位置，使得它的提前角度更大。那结果经过辗转放了快1个月，大哥才克服这个问题。那我们现在来看它点火的时序它点火的时序，这个 T 点，我们看到它这个 T 点它 T 点呢在下面，这个是 T 点，是它的那个 top 点上时点。下面我们看到它飞盘上面有个白白的那个就是它的点火梯前。那它原来它点那个点火梯前，原来是在这个位置在前面，在右边这个位置。所以它点火太慢了，已经过了top 点，就上时点，它已经往下跑，这才点火。那到后来大哥很不死心，觉得这部车外观长这么漂亮，那如果说就这样给它报废是蛮可惜的。那引擎状况看起来也不错。那缸压大哥也做了缸压我们现在来做个提前点，我不晓得影片上能不能看得出来，下面白白那个点你看到这个点往前跑，这点火提前转速越高，转速要越高，就要提前。在正确的时候，怠速在800转左右，它的提前点角度应该是在6到10度左右。
大概经过大哥校正以后，这个转速点是点火提前是正确的。那它的高压线高压线第4条的高压线也坏了，大哥也换了一条高压线。那因为它是两边都是细头的，都是细孔的，它跟那个280 SEL 那个我们宾士车的两边的那个接头高压线的接头是一样的。那它的点火系统线圈 OK 的，高压线圈 OK 高压欧老光放大器点火放大器也 OK。那我们看它的怠速马达在这个地方这是它的怠速马达的工作电压也是正常的也是在标准的工作电压上油式下油式压力在这个地方，这是上油式，它上油式已经到6.8了。我们除了细牙，因为它是细牙这个的喷油嘴，那细牙喷油嘴它的起喷点的压力大概在4.8公斤左右。那我们一般来讲的粗牙的，不管是230或是300，都是在细牙，都在起喷点就在4公斤左右。所以说我们的上油式压力都在5.6左右，5.8。但是我们看到，在它的上油式压力已经在6.8了，因为它细牙的起喷点比较高，就好像是我们的300C 24V 560 SEL 500 SEL 或420 SEL 也都是用细牙的因为它规格特别，所以它特别贵。这个是下油式的压力我们看到下油式压力也很正常。因为这个喷油盘的供油是在大哥在机台上面调教的，所以整个状况是很标准的。然后我们大哥只到这边来，到实车上面来只做过微调可能怠速混合比的微调，它怠速混合比微调在这里，但是它没有像宾士车是一个高的一个柱子我们来看它的汽油回流量目前右下角是1.9公升1分钟也是达到高标准的，所以它现在整个车子系统是完全正常。大哥来做个高速加油。引擎现在还是很健康的，缸压也不错。火星塞原来的火星塞是乱放一堆，因为它这有高压线，本身就有电阻，所以我们用的火星塞的不能又有电阻的，否则火花会变小。大哥已经换上4支全新的F8DC0的火星塞我们来看到这个整个系统的线路相当凌乱，跟宾士车的年份是一样，但是呢，宾士车做的是比较完整，它是一层包一层，尽量让这个线路让它隐藏起来不要会有在维修的时候产生错误的拉扯或弄坏了。OK， 我们到车子里面来。我们看到这部车已经停牌多年了，可以看到这个已经多久都没有接触，都没有去使用。我们看到这个保险杆也是这个，因为它现在是停牌的车子。OK， 我们来看它怠速是800转左右很稳定。是相当稳定的，因为它没有冷气，所以大哥也没办法去测试它的怠速马达工作。但是我们从它前面的怠速马达的定压，我们知道它是在正常工作当中。OK， 好，大哥，我现在水温应该有，它是F 那个是华氏的温度。水温应该不是很高，应该70、80度左右，因为大哥已经发动很久了。OK， 好，大哥把引擎关掉，我们来做个热启动。好，启动，我这1点就着了。这部车经过大哥走修过之后呢，又生龙活虎了，因为它这部车的外观。以了 VAG 集团的车子，奥迪啦或是 VW 旅行车都做的外观做的相当漂亮大哥
好喜欢它的外观如果说因为这样子这部车报废了，我觉得是很可惜、很可惜的事情。那无论如何，这部车子目前是在健康状态。那么希望这个车主，回去之后呢，这所有的线路能够绑的、能够固定的，尽量把它固定一下看起来比较不会凌乱。那再来就是它内装的部分我们希望它的内装能够好好的整理，然后重新验车领牌，让它恢复往日的雄风。因为这部车子引擎是当时16V 的最马力最大的引擎。数据上 Google 大概查了一下，好像是在136匹马力左右。因为它2000cc 是16V 的，说8V 的话就比较小。那它16V 的当时是算是很顶尖的引擎。那所以也许是因为这样子，这车主他也舍不得放弃。那经过大哥这样整修过之后呢，我们终于让这部车能够再恢复健康。理论上这个分油盘在使用应该20年，因为它没有坏，它就是堵塞。那堵塞之后呢，这是自然现象，就好像我们楼上的水塔，经过30年，没有一个不脏的。油箱也是个污染源，把我们的公共系统都污染，还有喷油嘴喷油嘴也污染经过整修过之后呢，电路、油路都正常，在使用个20年应该不是问题。所以大哥希望这部车子，能够很快乐乐的过完它的下半生，再陪新的车主陪车主，我不晓得是新还旧的，再陪车主能够再使用个20年今天大哥的报告到此结束，拜拜喽。